小女孩每次吃饭前都会先到灶王爷的画像前拜拜，她不奢求能大富大贵，只祈求灶王爷能保佑他们一家能平平安安。殊不知她日复一日的坚持，最终打动了灶王爷。等到小女孩走后，灶王爷便显灵出现，他打算要给这个女孩赐福，同时也会让点亮小爱心，留下顺风顺水的人，未来都能够心想事成，财源滚滚。女孩和母亲相依为命，知道母亲身体不好，懂事的她便主动跑到地里，想挖些番薯给母亲吃，可他又怎会知道，现如今还不是番薯丰收的季节。幸运的是，土地公被女孩的孝心打动，于是便施法变出一堆成熟的番薯。女孩看后高兴坏了，连忙跑回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母亲。母亲还以为女儿是在安慰她，直到女孩将番薯带到她的面前，女人顿时惊讶不已，心想这肯定是土地公的保佑。母女俩连忙双手合十，感谢土地公的相助。怎料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了敲门声，原来是女孩的父亲生前借了地主家一笔钱，如今地主是来上门讨债的，可是他们孤儿寡母的，根本无力偿还，于是他们便将女孩抓走做佣人。从此女孩变成了地主婆的丫鬟，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，稍有不慎还会毒打一顿。女儿被地主抓走，母亲每日以泪洗面，最终她竟打算上吊自尽。好在灶王爷及时出手将她救下。女人知道可能是灶王爷显灵了，于是便恳求灶王爷能救她的女儿。灶王爷知道女孩有难，于是便施法来到地主家，恰好看到女孩由于干活累得晕倒在地。他本想施法搭救，可是却想到玉帝曾告诫过他，神明不能干预凡人生死，于是他便施法让长工感到口渴。长工出去找水时，刚好就发现了女孩，急忙将她带回了房间，并给女孩服下汤药，女孩这才捡回一条命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地主婆突然闯了进来，她以为女孩是故意装病不想干活，拿起棍子二话不说狠狠打向女孩。灶王爷见状直接施法，让地主婆闪了腰，他痛得只好让长工去请大夫。然而这样下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要想帮助女孩脱离苦海，必须要从根源解决问题。于是灶王爷便前往天庭，向玉帝禀明了地主为富不仁、鱼肉乡民的恶行。最终地主遭到报应，失去了万贯家财。然而女孩最终还是丢了性命，灶王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的魂魄离去。然而正当他感到伤心之际，观音菩萨突然显灵出现，而让他感到惊讶的是，女孩此时正站在菩萨的身侧。原来女孩其实是龙女的转世，几百年前龙女因为触犯天条被贬下凡，她必须要遭受人世间的各种苦难，才能够位列仙班再次归位。得知这一切后，灶王爷这才安心，自此龙女便重返紫竹林，继续跟着菩萨修行去了。